这是曾经的屏下三巨头，而如今可能没有了俩。一边是屏厂三星，从 Galaxy Z Fold 3到 Galaxy Z Fold 6，3年5款机型，3年高考5年模拟。而到了 Galaxy Z Fold 7这一代，终于毕业了，内屏重回挖孔屏。是的，那个最富有的三星都放弃了。而非常遗憾的是，除非 iPhone 重启屏下，否则三星 Z Fold 6也可能终将成为最后一代三星屏下手机。而另一边是曾经推出各种全面屏的探索者小米，就是不知道 Mix Alpha 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小米 Mix 4也终究成为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小米屏下直板机，而小米 Mix Fold 3也终究是第一代和最后一代米碟。最有意思的是，中兴三兄弟中兴、红魔、努比亚像生产队的驴一样，足足更新了5年。3家厂商5年更新，3年高考5年模拟。本期视频我们还是没有任何恰饭啊，就简单聊一下屏下摄像头为什么终将消失于普通人的视野。关注一下叨叨，我们接下来又聊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产品盘点，譬如曾经的双屏旗舰、小爱屏旗舰，以及各种奇葩造型的手机。大家好，我是王叨叨，科技区的灵魂画手。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聊很多人兜兜转转可能都没聊明白的一个话题。哪怕你不自拍，屏下技术方案真正的弊端在哪儿？我们直接开门见山了啊！屏下方案很可能就像投篮3不沾，哪3不沾呢？自拍画质不沾，屏幕高分辨率不沾，最后的最后，屏下的隐藏效果可能也不沾。前面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第3个非常蛋疼。作为屏下摄像头手机，屏下的隐藏效果为什么不好呢？这不就相当于老婆饼里没老婆 ，AI 终端没 AI 吗？因为屏下摄像头大多数要么是像小米 Mix 4、努比亚 Z70 Ultra 这种缩小单个像素的面积 ，TFT 电路材料旁置，导线材料改为透明 ITO 来实现屏下方案。反正就是缩小像素点加隐藏电路加透明化导线。但这有一个问题，你像素点缩小了，缩小像素点是不是要通过更高的亮度才能维持和主屏幕一致的显示效果呢？那么更高亮度需不需要更大的电流？更大电流的刺激，屏下摄像头区域材料老化程度是不是和周围的像素产生差异？所以长此以往就会有一定烧屏的几率。比如手头上的 Mix 4就产生了轻微的烧屏，虽然比较浅，而手头上努比亚 Z70 Ultra 比较新 ，FDC 2.0 屏下方案能够做到1区1混合、1区2电路来增加透光度，但核心问题可能还是保持不变。通过高倍率的显微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像素点都进行了一定的缩小，所以你也会发现很多人高亮度使用屏下摄像头手机，用着用着可能就变成挖孔屏。开玩笑，长时间用过 Mix 4的朋友可以评论区聊聊，而 Z70 Ultra 我还真不太清楚啊。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三星，当你打开三星 Galaxy Z Fold 6的那一刹那，你应该会脱口而出，我操，你还是改挖孔吧。只能说三星 Galaxy Z Fold 7改得漂亮，因为 Fold 6为了兼顾自拍，它把内屏像素排列间隙扩大到50微米，主屏幕430 ppi， 但内屏却只有200 ppi。如果没有显微镜，我们将会看到离谱的大像素。三星为了让屏下摄像头区域亮度和非屏下摄像头区域保持一致，它特地增加了发光面积。那一刻，它好像在说，是的，你看不到我。所以朋友们，屏下摄像头隐藏了，但是还是很难说服强迫症。本来就是因为强迫症买了屏下摄像头手机，结果又可能产生了强迫症。当然叠个甲，中兴 Z70 Ultra 这块屏的屏下区域目前几乎看不出啥来，或许人家预报不错，未来不会产生烧屏。但比起屏下摄像头，大刀个人可能更喜欢升降式摄像头，至少把屏幕分辨率做到了2K 屏，轻而易举。那么未来技术成熟了，屏下方案可以做到2K 屏吗？答案是简直太难了。即使强如京东方，屏下区域最高也才做到430 ppi， 而小米的 1080p 是400 ppi， 三星的是200 ppi， 430 ppi 可以说是极限了。但如果做到2K 屏，屏幕就要达到510 ppi， 反正要么就是透光率很差，要么就是像三星一样隐藏性很差。而采用像素微缩方案的话，依然没有解决如上显示屏用久了可能有屏幕亮度显示不均的问题，就是烧屏了。而且问题是 2K 屏的电路更复杂，子像素更小，需要电流量就会更大，而蓝色像素寿命比较短，老化速度肯定也不一样。就这么说吧，即使技术强如苹果，哪怕 iPhone 19 Pro 做了屏下摄像头，我们也不敢保证它的屏幕分辨率能达到现有的水平。而且从2021年到现在，真正屏下摄像头的像素密度也仅仅从400 ppi 提升到430 ppi， 而还没有发布的 Z80 Ultra 据说还要倒回400 ppi 像素密度。反正要么担心显示不均，要么担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屏下摄像头很难逾越的大山——透光率。小米 Mix Fold 4第3代透光率是15%，而三星 Z Fold 系列通过减少像素密度，透光率
能够达到40%，而大多数屏下摄像头手机是不愿意公开这个透光率数值的，只有高情商的话术，通过技术透光率提升了想要突破物理极限，这难度可太大了。也许等到手机厂商们愿意真正公开透光率的那一刻，屏下摄像头才是有希望的。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看他们对于自拍的影响。首先我们咔嚓就是一张，三星这个直接逆天了。虽然人家的屏下摄像头完全没有屏下，但几乎看不出来这是屏下摄像头拍的，好评。而小米这边照片会有点偏黄偏绿，而且屏幕上屏下摄像头区域也显得有点偏黄偏绿，可能是因为机龄较长，蓝色像素衰老比较严重，但是红色和绿色像素还有残留，导致成像效果也像隔着一层黄绿的雾气。但说实话，效果还行，不像是15%的透光率。而努比亚这边清晰是挺清晰的，只是感觉锐化咋这么强呢？肯定是算法还有提升空间。再来一组也是一样，只是镜头里面的自己，我自己都看吐了，很绿茶，辣眼睛。换个人基本上还是差不多。三星能拍到的细节多且自然，不过三星拍的不是非常狗，但却非常果。这不是骂人的话啊。我们换一个光线不足的地方，屏下摄像头弱势就凸显出来了。都打开了地狱模式了。三星稍好，可是图面严重，中间细节不错，可是锐化严重。小米很柔和，可惜泛白有点严重逆光场景全部翻车。三星是黑的自然，两个友商直接佛光普照。不过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微信视频场景。当你在晚上给你老婆拨通一个微信视频电话，在你拿着普通手机 vs 屏下摄像头手机在正常光线的室内看到场景，你就说你晚上会不会害怕？而如果我们换成年代久远的小米，则是这样的，可以说是有点恐怖了。如果我们换成三星，好像还可以，不过依然非常糊。这样的效果，这种前置效果应该媲美千元机了吧？我们真的不忍心再继续测试了。所以屏下摄像头其实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不能同时兼顾自拍、视频通话效果、屏幕分辨率还有隐藏性。所以假设 iPhone 19系列确认是屏下摄像头的话，要么难以维持460 ppi 的屏幕分辨率，要么就是自拍视频效果很差，要么就是大挖孔清晰可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只有中兴还在苦苦坚持？当然这里没有任何努比亚商务合作啊。如果我们理性分析，可能发现其中的猫腻。中兴、努比亚、红魔其实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子品牌。你定制一块京东方屏幕，它能用在5个机型上，比如相同的屏幕规格就被用在了中兴 Accent 40 Ultra、努比亚 Z50 Ultra、努比亚 Z60 Ultra、红魔8 Pro、红魔9 Pro 5个产品上。那么为什么不是华米 OV 而是中兴呢？因为他们可以持续去拿小众市场，游戏手机就非常需要完全没有遮挡的全面屏，而且升降结构会挤占内部空间，导致游戏手机的散热空间不足、扬声器空间不足，而游戏党大多数对自拍又没什么需求，定制一块可以有差异化卖点，那么定制这个屏幕是不是有点浪费？所以干脆多做几款，加上老外比较好忽然爱上新形态手机，所以只能是中兴三巨头还在苦苦坚持，据说还会有下一代，只不过 PPI 居然回归到了400。小米和努比亚维持了全面屏的美观程度，牺牲了屏下摄像头的拍摄效果，而三星为了保证拍摄效果，牺牲了全面屏的美观程度。是的，4年前和4年后，因为物理极限的存在，我们很难看到屏下摄像头技术的突飞猛进，它是大众消费者时代的眼泪，小众爱好者游戏党的狂欢，手机行业可能难以跨越的鸿沟。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那么手机屏幕的形态的尽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可能就是挖孔美人痣。但同样，我们也感激曾经的探索、喜悦、想象力，只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失去探索的勇气。好了，关注一下叨叨，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好玩的内容，比如双屏手机、小爱屏手机、小副屏手机之类的。我是科技区灵魂号找叨叨，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